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昆山演出现作秀争议，单膝跪的绕场5圈，主办方脸色为何绷不住？诚意昆山雨中一跪，主办方笑不出来，真相没那么简单。昆山这场雨下得真不是时候。8月8日晚，昆山奥体中心近5万人的场子座无虚席，绿色灯海从内场烧到最高看台，阵仗大得吓人。陈伟霆上台时看了一眼台下，脱口而出那句“我还以为去了诚意的演唱会”，当时全场都笑了。结果呢，这句话成了整晚最精准的注脚。说白了，这场88 VIP 超酷音乐盛典本来就是拼盘商演，但现场气氛硬生生被粉丝撑成了个人专场，灯牌占比超过90%。这个数据没有官方统计，但现场观众拍回来的视频里，绿光连成片，确实夸张。有意思的是，诚意当晚没用艺名，而是以本名傅诗琪登台，雨是越下越大的。他唱了3首歌《行路天涯》小情歌，因为爱所以爱，全开麦。工作人员中间递了伞上来，他直接扔了，跟台下几万人一起淋着。唱到小情歌那句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雨水正好砸在镜头前。画面说不上精致，但那个氛围确实打到了很多人心里。到这里为止，一切都很正常，甚至可以说挺热血的。真正让这件事炸开锅的是演出结束后流出来的一段短视频。画面里，工作人员上台碰了碰诚意的手臂，他随后转身。就这么几秒钟的片段，被配上了被催促离场的字幕，直接冲上热搜，话题阅读量迅速过亿。说实话，最开始看到这个视频时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工作人员那个动作确实容易让人多想，加上诚意当时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疲惫，整个画面组合在一起，解读空间就大了。但事情很快反转了，完整版视频陆续被放出来，真相其实很简单，工作人员上台根本不是催他走，而是按照彩排定好的流程，引导他变换站位，完成跟全场观众的多角度大合影。诚意转身时不小心碰到了工作人员的手，当场就道歉了。那个被截取出来的片段，恰好把道歉的前后画面剪掉了。这一刀剪得挺狠。接下来就是那个引发更大争议的环节——单膝跪的合影。诚意穿着黑金高定西装，在舞台上分别朝向4个方向5次单膝跪的，让摄影师把每个看台的观众都收进镜头。东边跪完转西边，南边拍完换北边。每次跪下后，他还抬头确认一下镜头角度，确定覆盖到了才起身换方向。这个动作被一部分网友解读为作秀，说他绕场5圈太过刻意，表演痕迹太重。但说实话，在那种4面台的结构下，你想让每个角落的粉丝都被拍到，站着根本做不到。摄影师机位高度有限，他不跪下去，后排看台的观众在画面里就是一片模糊的光点。这个设计是彩排时就定好的，不是临时起意。而且那场雨真的不小，他跪下去的时候，舞台地面上全是积水，黑西装沾了水印子，粉丝拍的生图里看得一清二楚。合影结束后，他90度鞠躬离场，反复叮嘱回去注意安全。有现场粉丝记录了时间，他在台上待了将近2分钟，不停朝各个方向挥手，雨就那么浇着。关于被催下台的谣言，诚意工作室后来启动了法律程序，明确表示要追究恶意剪辑和失实传播者的责任。多家媒体和现场粉丝也站出来做了澄清。但这件事真正值得聊的，其实不是谣言本身，而是整场活动为什么会失控到这个地步。根据现场观众的反馈和前序环节的时间推算，
当晚的流程从开场就出现了拖延，加上突降大雨，设备调试和转场时间被拉长，整体进度一路往后推。留给程毅的表演时长被压缩了，原定的互动环节也取消了。在时间严重超出的情况下，他依然坚持完成了合影。主办方在这场风波里的位置其实挺尴尬的，流程把控出了问题，导致整场活动超时，这是执行层面的硬伤。工作人员上台引导合影的环节本身没有问题，但那个时间点和动作幅度，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被截取出来，直接引爆了舆论。你很难说主办方有什么大错，但整个局面的失控，他们确实脱不了干系。往深了想，这种大型拼盘商演，时间超时和流程滞后其实并不少见。为什么这次会被放大到这个程度？说白了，还是因为程毅的人气把这场普通商演抬到了不该有的关注度上。近5万人的绿色灯海，陈伟霆那句我还以为去了程毅的演唱会，以及后续他每一个被放大的动作，都让这场活动脱离了拼盘商演的常规叙事，变成了一个被全民围观的事件。网络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，其实分成了很清晰的几层。有人看到的是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，雨中扔伞、跪的合影，反复叮嘱安全。这些细节在粉丝视角里确实挺打动人的。也有人觉得整个合影环节的设计感太强，单膝跪的转向4个方向，配合镜头调度，怎么看都带着精心编排的痕迹，不是那种随手为之的即兴反应。这两种声音其实不矛盾。娱乐圈里，真诚和设计从来不是对立面。一个动作可以被提前安排好，但执行时投入的情感浓度是人能感受到的。反过来，再真诚的举动放在聚光灯下，也难免被解读出表演的成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场风波过后，程毅已经返回香港继续拍摄新剧《受谎》。昆山那一夜的雨早就停了，但网上的讨论还在继续。那些被剪辑掉的画面，那些被误读的互动，那些被放大的争议，最后拼凑出来的，其实是一个挺典型的娱乐圈样本。在流量和话题交织的时代，艺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赋予多重解读，而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完整的、没有被剪辑过的画面里。至于主办方笑不笑得出来，这问题其实不用问。一场本可以平稳收官的拼盘商演，因为流程失控和后续舆论风波，变成了需要反复澄清的公关事件。换谁坐那个位置，嘴角都扬不起来。说到底，那晚在昆山奥体中心发生的一切，不同的人看到的本来就不一样。有人看到真诚，有人看到表演，有人看到混乱，有人看到流量。这些视角或许都不完整，但它们合在一起，才构成了那个雨夜里最真实的样子。